2006年10月，一声惊天巨响出现在朝鲜上空，震惊世界。朝鲜竟然不顾世界各国的阻拦，强行跨越了封锁门槛，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。消息一出，举世哗然。朝鲜此举是对半岛无核化主张明晃晃的挑衅，更是给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然而，国力有限，甚至深陷贫困漩涡的朝鲜，究竟有什么能耐，成为全球第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？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渐渐浮出水面。对于美国人来说，2003年注定是难以忘怀的一年。新年伊始，那个位于亚洲东北部的小国朝鲜，便当着全世界的面，让美国难堪不已。原来，朝鲜高调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，半岛无核化进程停滞。众所周知，这项谈判的主导者是美国。苏联解体后，身为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，美国在核问题上相当谨慎，而与苏联有着密切关系的朝鲜，顿时成为了美国的心头大患。尽管冷战画上了句号，但朝鲜半岛内部的对峙仍在持续。美国无比清晰地意识到，推动半岛无核化是当时的首要任务。于是，在1992年到1993年间，美国邀请朝鲜进行了多次会谈。会谈结束后，双方达成一致，共同签署无核化宣言。朝鲜承诺不扩散核武器，美国也给予了相应的经济援助。原本事情顺利进行，可到了2002年，一场平壤会谈却打破了原本的宁静。在平壤会谈召开的前一年，美国的新总统布什上台，宣布推翻克林顿全部的对朝政策，令朝美关系陷入僵局。随后，在平壤会谈中，两国矛盾进一步激化，双方在朝鲜秘密开发浓缩铀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。一怒之下，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。关键时刻，中国入局，率领各国与朝鲜展开6方会谈，斡旋其中。然而，朝鲜最终还是选择自行其事。继2006年第一次核试验后，朝鲜非但没有忌惮国际社会的指责，反而全面提速，加大了研究核武器的投资力度。2009年，朝鲜进行第2次核试验，再度震惊世界。甚至2011年时，朝鲜还特意邀请美国专家前往朝鲜参观，挑衅意味十足地宣布，朝鲜拥有着完善的浓缩铀加工生产线，足以自主制造核武器。现如今，朝鲜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拥核国家。金正恩上台后，更是提出了经核并举的发展方略，将朝鲜的核武器发展上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。光是2013年到2017年期间，朝鲜就进行了4次核试验，同时还展开了多次弹道导弹试验，初步构建起一套包含了原子弹、氢弹与各类导弹的核武库。近年来，小型核武器成为了朝鲜的研发重心，可见历经数年，朝鲜不仅有了核武器，而且还发展出了独立的核力量优势，早就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核武大国。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，二战后朝鲜明明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孱弱国家，别说发展高端核武器，恐怕连普通的自我防护都成问题。那么，朝鲜究竟是如何踏上研制核武器之路的？又是怎样获得成功的？其实，朝鲜之所以能够成为核大国，在最开始全靠有贵人相助，而这个贵人便是苏联。换言之，没有苏联，朝鲜的核工业根本无法起步。上世纪50年代，朝鲜的最高领袖金日成明确提出，为了保护国家安全，朝鲜必须发展核武器。他认为，尽管朝鲜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大的小国，但是别国拥有的关键性杀伤武器，朝鲜也必须要有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核武器。尽管充满着雄心壮志，但事实却是，受战争影响，朝鲜百废待兴，国内工业衰退严重，就算想要发展核武器，也有心无力。但是金日成依旧不愿意放弃，很快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那便是求助老大哥苏联。在两极格局的大背景下，朝鲜与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，苏联也是帮助朝鲜战后重建的最重要力量。当朝鲜提出想要发展核武器时，苏联同意了。原因很简单，朝鲜是苏联的小弟，更是对抗韩国的冲锋兵。朝鲜军事力量的提升，便意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，能够对美国形成进一步威慑。与此同时，参与朝鲜的核武器开发，也意味着苏联率先掌握了主动权，能够在本阵营中树立威信。总而言之，对苏联来说，这也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。因此，两国在1956年正式签署协议，开启了共同开发核武器的计划。苏联不仅给予了朝鲜可观的经济援助，还派遣了一大批专家前往朝鲜，指导朝鲜的核武器研发工作。与此同时，朝鲜也在国内筛选出了不少专业人员前往苏联学习。比如，朝鲜的核弹之父徐向国便曾有过长时间的苏联留学经验。在向苏联学习期间，朝鲜加班加点研发核武器，生怕落于人后。1959年，苏朝两国签订核能合作协议。
将朝鲜的核武器开发推向了新的高峰。然而，在1950年到1980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，朝鲜的核开发主要集中在民用领域。其实，朝鲜心心念念渴望拥有核武器，但受到了苏联的严格制约。原来，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，自身难保的苏联观念逐渐变化，不仅在物资上严格限制朝鲜，在开发范围上也阻止朝鲜踏入军用领域。受此影响，直到1980年中期，朝鲜才建成了第一座重水反应堆，发展速度迟缓。在此期间，苏联还搬出了核不扩散条约，想要进一步制约朝鲜的军用核武研究。苏联甚至提出不签字就不帮助后续开发。就这样，两国之间的微妙分歧逐渐产生，最终爆发于苏韩建交之际。在朝鲜看来苏联与韩国建交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，苏联干脆也挑明了态度，削减了对朝鲜的核开发支援。在苏联的强力推动下，朝鲜迫于无奈，最终在条约上签字。而签字当天，朝鲜官方媒体集体沉默，没有发表任何报道，如同无声的抗议。苏联态度的转变令朝鲜始料未及，更是给尚在萌芽的核开发事业带来了致命一击。然而，朝鲜万万没有想到，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。朝鲜原本以为与苏联交恶已经是开发核武器道路上最大的阻碍，可是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，苏联竟然解体了。这一下，朝鲜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。苏联解体后，朝鲜也曾尝试靠近美国，无奈以失败告终。拥有属于自己的核武器是朝鲜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坚持，而朝鲜的坚持源于深深的不安感。冷战时，朝鲜就是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小国，根本无力自保。冷战结束后，朝鲜与韩国的矛盾反而日益凸显。过去，朝鲜背后有苏联，但现在苏联不复存在，可美国依旧在为韩国撑腰，并对整个朝鲜半岛虎视眈眈。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朝鲜无法全然信任美国，更不可能放弃话语权，将整个半岛拱手相让给韩国。对朝鲜而言，唯有自强方能自保，而手握核武无疑是威慑美韩最有效的办法。正因如此，朝鲜纵然历经了极端贫穷的苦难行军，面对联合国的重重制裁，哪怕变成一座外交孤岛，也要坚持发展核武器。在这一时期，从苏联归国的那批核武器专家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这些专家不仅自身能力强悍，而且在过往几十年的时间里，为朝鲜培养出了一批新生代研究力量，为朝鲜的核武器开发争取到了难得的喘息。2009年，曾有机构做过粗略统计，当时朝鲜从事核武器开发的人才至少有5000人，其中有200人更是可以直接参与核心武器的精英。可见，苏联在朝鲜撒下了种子，而朝鲜拼尽全力让种子破土生根。与此同时，朝鲜还有一批助推核武器研发的高等学府与机构，如金日成综合大学、宁边物理学院与原子能研究所等等。除了研发团队外，朝鲜的自然资源也立了大功。朝鲜拥有大量的天然铀矿，可以直接用于核武器研发。与苏联合作时期，朝鲜也积攒下了一些重工业家底，比如宁边地区的石墨重水反应堆、核燃料加工厂等。这些设备都为朝鲜成为一个自主的核大国埋下了伏笔。可见，朝鲜在核事业上的突破，既离不开苏联的帮助，又与人才培养、设施建设与大政方针息息相关。朝鲜核武器的背后蕴含着整个国家的力量。尽管朝鲜研发核武器的动机可以理解，但是朝鲜的核武问题目前依旧存在着争议。无论如何，半岛无核化的大方向不容更改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危更是牵动心弦。在此背景下，朝鲜的核武问题究竟该何去何从，还需要拭目以待。